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兰。就在9月10号啊，咱们的国务院正式批复了一件大事，在咱们的黄岩岛新建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你听听这个名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听就高大上吧。这消息一出来，菲律宾那边立马就跳脚了，哇哇叫着反对啊！但是咱们今天就得说，他们的反对屁用没有，这只靴子啊，咱们是落定了，而且落的那叫一个稳准狠。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哦，不就是建个自然保护区吗？至于这么激动吗？你要是这么想呢，那可就把这个事儿看得太简单了。我跟你说啊，这部棋堪称是神来之笔，它不仅一下子把咱们对黄岩岛的实际控制权用法律的形式给定死了，更是为咱们未来在整个南海的布局打下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这背后到底有多高明呢？今天咱们就来一探究竟，好好品品咱们国家这波操作到底有多秀。在聊到这部棋有多妙之前咱们得先简单的了解一下黄岩岛到底是个什么地方。黄岩岛在咱们南海的中沙群岛那块你看那个地图它就像一颗璀璨的珍珠镶嵌在蔚蓝的大海上。它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岛，而是一个环形的珊瑚礁，咱们管这个叫环礁。那这个环礁周长有55公里，挺大的，中间呢围着一个巨大的湖，咱们叫西湖。面积呢超过100平方公里，水清沙白里面那个珊瑚礁生态系统那可是宝贝中的宝贝养育着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这么个好地方，按理说是咱们中国的领土，咱们自己开发保护天经地义可是这么多年来总有那么个别邻居特别是这个菲律宾，老是贼心不死天天惦记着。他们老是派这个渔船跑到咱们黄岩岛海域非法捕捞。你说你捕点鱼也就算了，他们用的还是那种最缺德的拖网，那个大网一下去，连着海底的珊瑚礁都给连根拔起，海底的生态就跟被犁过的地一样一片狼藉。更过分的是他们还瞎搞往咱们这儿移植一些外来的物种，把整个生态平衡都给破坏了。看着咱们自家的后花园被别人这么糟蹋，你说咱们心疼不心疼那以前咱们的海警碰见他们的船本着人道主义和睦邻友好的原则，主要就是进行驱赶、警告、劝离，说白了就是你走，别在我家捣乱了。但是这个治标不治本今天你赶走了明天他又来了，跟这个苍蝇似的烦人的很。现在呢，这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成立，性质可就完全变了。这就到了咱们今天最核心的部分了，这招环保牌它到底有多厉害？我给你总结了几个层面，你听听是不是这个理儿？这第一呢，执法依据从这个驱赶变成抓捕了。以前呢，咱们的领海咱们能管，但是具体怎么管呢？有时候还真不好拿捏。你管得重了吧，这西方媒体就说你是以大欺小；你管得轻了吧，他就蹬鼻子上脸那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黄岩岛现在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了。你菲律宾的船再敢进来搞破坏那就不是什么捕鱼纠纷了那可是正儿八经的违法犯罪。咱们的海警就不再是简单的驱赶了，而是可以名正言顺的进行执法。啥叫执法？就是可以登船检查、抓人、扣船、审讯，最后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你看看这力度是不是一下就上来了？这以后谁敢再来就得先掂量掂量，你是想来捕鱼呢，还是想来咱们这儿吃牢饭？这第二呢，舆论高地从这个军事化变成了守护者。过去这些年这个菲律宾和他背后那几个西方国家最喜欢用的招数是什么？就是炒作天天在这个国际上嚷嚷，哎呀不得了了呀，这个中国要在黄岩岛搞军事化了，要建军事基地了。他们想用这招把咱们塑造成一个南海恶霸的形象，给咱们施加舆论压力。咱们之前怎么解释他们都装听不见现在呢，咱们直接甩出王炸，我们不建军事基地，我们建的是自然保护区。这一下直接就把对方的话给堵死了。你不是说我们搞军事化吗？我们这是在保护全人类共同的自然遗产，保护珊瑚礁，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也是谁敢公开反对谁反对就是跟全人类的环保事业作对。咱们这一招不光是把自己从所谓的军事扩张指控里给摘了出来，还反手给自己树立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光辉形象。咱们不是在扩张我们是在守护这片蓝色家园。你看看这国际舆论的风向是不是一下子就转过来了？还有这第3点也是最高明的一点，暗藏玄机为未来择机建设留了后手。
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说建成这个自然保护区了，那是不是以后啥也不能干了？咱们是不是就不能在上面建点啥了？问到点子上了咱们的规划那叫一个滴水不漏啊！你要是仔细看那个保护区的示意图，你就会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咱们并没有把整个黄岩岛全部都划进保护区里，那些比较高、最适合建东西的礁盘恰恰就没有被划进去。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叫留有余地，伏笔千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些核心区域我们先用环保的名义给它保护起来，谁也别动。但是没划进去的那些地方呢，咱们可没说以后不开发未来时机成熟了，咱们完全可以在这些地方进行适度的吹填作业，建个科考站，建个码头，建个渔业基地，甚至建一些必要的驻守设施，那都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你品品这个操作是不是绝了呀？既用这个环保挡住了眼前的闲言碎语，又为长远的战略布局呢留足了空间，这才是真正的高手下棋啊！走一步看3步，甚至看10步。那这步棋的妙处呢，还远远不止这些咱们把这个视野呢再拉大一点，从整个南海的战略格局来看，黄岩岛这个自然保护区那更是点睛之笔。过去咱们总说这个菲律宾在南海搞碰瓷战术，尤其是在仁爱礁赖着一艘破军舰不走还时不时的派点这个小船过来给咱们的海警船搞碰船，然后呢就拍点这个视频到这个网上去卖惨，说我们以大欺小。这种泼皮无赖式的打法确实让咱们一度有点被动。现在黄岩岛这个模式一开，就等于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题思路。你想既然黄岩岛可以搞自然保护区，那仁爱礁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了，咱们之前就发过报告说菲律宾那艘破船天天在那儿生锈漏油已经严重污染了仁爱礁的海洋生态。那好办呀，下一步咱们完全可以在仁爱礁也设立一个自然保护区，到时候清理那艘坐滩的破船那都不是什么军事行动而是为了保护海洋环境必须采取的清污行动，合情合理合法。到时候看谁还敢拦着，你拦着你就是支持污染海洋环境，这一下就把这个菲律宾的碰瓷战术给釜底抽薪了。黄岩岛就是咱们牛刀小试的样板间。再从更大的军事战略角度看黄岩岛的地位那简直是定海神针咱们之前在南海的永暑岛、美济岛、主碧岛已经建成了功能完善的岛礁，形成了南海的一个铁三角堡垒。当然这个三角呢主要还是偏向于南沙群岛。现在呢如果黄岩岛这边未来也逐步的设施化，就能长期驻守了，那它能跟这个北边的永兴岛、西边的主碧岛形成一个覆盖整个南海北中南部的大三角防御网。这个大三角一旦形成，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美国航母战斗群再想从菲律宾那边大摇大摆的开进南海，就得先掂量掂量因为它一进来就可能面临着3个方向的夹击，就跟进了咱们的口袋阵一样。这更关键的是它能有效的反制美国在菲律宾部署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咱们等于把防御的前哨推到了菲律宾的家门口，形成了攻防兼备的战略态势。所以你看这个自然保护区，这表面上看是环保，但是它的里子是为咱们未来可能的堡垒化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前提和最正当的理由。就在咱们建设保护区的消息公布之后，菲律宾政府那边马上就出来表示不满了。但是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黄岩岛现在就在咱们的实际控制之下，法律地位也通过这次设立保护区进一步明确了，这就是咱们的国内事务，轮不到任何外人指手画脚。更何况咱们这一招是阳谋，是智慧，咱们扛着环保大旗，行使呢是主权，保护的是生态，布局的是未来。这不仅稳固了咱们的合法权益，还为后续的基础设施建设、科研合作、旅游开发，甚至是战略部署都找到了一个最正当、最让外界没话说的好理由。可以说这个黄岩岛自然保护区的设立是中国智慧的一次完美展现，也是对菲律宾那些碰瓷战术的最好回应。那未来的这个黄岩岛不仅会成为南海生态保护的一张亮丽名片，更会成为咱们在南海一个不可撼动的战略支点。至于这个菲律宾那些反对声不过是几声徒劳的聒噪罢了，改变不了任何事实。咱们就安安心心的看着咱们的国家一步一个脚印的把咱们的蓝色国土守护好、建设好。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次见。